30多年前，在湖南省省会长沙市的东郊，一片平原上伫立着2座奇怪的土丘，它们凸显在田野上，好像马的鞍具。当地人叫它们马王堆，传说是公元9世纪一位王的家族坟墓。它们真的是坟墓吗？如果是坟墓，那么里面埋着什么人呢？织锦应有尽有，包括各式各样的袍子、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手套和袜子，所有日常用品都没落下。有人把黑暗的地下世界称作古老的时装秀。所以马王堆呢，就是一座地下丝绸宝库啊。从来在中国考古学上头，几十年没有发现过这样发上。辛追墓最大的财富，恐怕要算色泽鲜艳的漆器，一共出土了700多件，有餐具、家具、兵器，还有用来娱乐的博具。漆器一般用木、竹等制作胎体，经过上漆、绘画等工艺之后，最后上一道透明漆。漆器轻巧，看了这一大片漆器，闪闪发光。他问我，你们是在这是2000多年前的吗？我说是的。你们在外边涂了什么东西吗？他以为他给加了工了。又涂了一层什么漆啊什么，我说没有，因为当时我没当成回事，我以为他随便这么问的啊。看完了以后，领到门口，握手告别了。他问我：“你们到底在漆器外边涂了什么东西啊？”哟，我一看他这么认真啊，我就这，我说我们国家嘞，中央有文物政策，明文规定，一切历史文物。必须保持原貌，如果要加工，就是破坏，就犯错误。哦，他才点头，才相信。关于随葬品的一个疑问产生了：为什么这么多奢侈的物品中，没有一件青铜器和金银器物呢？根据史料记载，西汉早年，由于国力虚弱，几代皇帝都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。就是个太鲁莽了，他到那儿，他拿个锄头，就把它挖了一锄头，就里边的木炭，哗家伙流出来了。他往里一看，好家伙，有大棺子，3号门的大棺椁出来了。他说这又是个大墓，这样才知道是3个墓。1号墓和2号墓呈东西向排列，3号墓紧靠着1号墓的南侧。由于3号墓已经暴露，所以人们决定先挖掘3号墓。1973年11月，马王堆一带又热闹起来。这一次，人们的心情少了一些疑惑，多了几分期待。所有人都希望能在这个墓葬里再次获得惊喜。由于有备而来，所以能对尸体做更好的保护和研究。1号墓主人辛追的身份和不朽之谜，或许能在3号墓中找到答案。但是，当考古队挖到墓葬东南角时，出现了意外。就在这个角上，大概有这么宽。有30-40公分宽，有1米多长啊，有个长条条，只有木炭没白膏泥，而且上边白膏泥很厚，下边很薄。
这个地方干脆就没有。人们有些担心，不论原因是什么，白高泥的缺失很可能会对墓葬的保护造成不利。1号墓的情景也许难以重现。挖掘的结果果然证实了人们的担忧。由于密封不严，3号墓里严重渗水。和1号墓相比，3号墓的规模稍小一些。棺室分3层，边箱里堆满了丰富的随葬品。后来他们中也有不少被证实是稀世之宝。但内棺的情况很令人失望。研究人员用准备好的真空泵提取棺液，结果以失败告终。那个真空泵就转的时候啊，那棺材都裂开了，它已经不行了，是没意义了。3号墓的主人只留下一副骨架。医学专家测定，他是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。关于女尸不朽的谜团，并没有在3号墓中得到破解，而人们事先关于墓主人是2位皇妃的猜测，也没有得到印证。3号墓主人虽然没有给后人带来千年不朽的奇迹，但他留下了另一种珍贵的财富。有这4大元素，这个地图就是很科学了。把这个地图跟现在地图比较，那个河流啊，它那个走向，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基本一致。如果把这个地图跟现在呀航行材料现在真地的地图比较，当然是差一些，比不上。但是如果跟清朝的地图一比，就是说这个地图啊比为什么死于30来岁的壮年？是暴病而亡吗？或者还有别的更复杂的故事？从历史记载看，西汉早年，南方的南越国曾经叛乱，长沙国是抵御南越国的前线。2个王国的军队发生过激战，由于战争的地点自然条件恶劣，双方伤亡惨重。由此，人们猜测，3号墓主人作为长沙国武官，率领部队和叛军作战，不幸在征战中死亡。他被匆忙地运回长沙，匆忙地安葬。那么他究竟是谁？和1号墓主人辛追又是什么关系呢？在3号墓中，仍然没有找到关于墓主人身份的明确线索。人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2号墓上。2号墓离1号墓西壁只有23米远。在1号墓发掘过去整整2年后，1973年12月，人们开始对2号墓进行挖掘。挖2号墓的时候呢，当时寄予很大的希望，寄予很大的希望。但是这个封土都很大，跟1号墓一样大，2个一半一样大。我们就按照考古学的办法呢，要搞清那个地层关系，地层呢，不然个基本就挖下去。比方说封土堆呢，先把它搞掉一半，拆码头也拆开，从这个剖面就能看到它的地层关系、早晚关系。当时我们请那个机械化施工公司啊，突然那个推土机的推掉一半，发现那个下边那个墓口啊，是个椭圆形的。椭圆形的墓口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迷惑不已。同属一个墓葬群，为什么会出现方圆不同的墓葬口呢？一些专家考古说的，他说这不是个墓葬，但是
全国挖了这么多汉墓，挖了这么这几万，像这不知道像真正像挖的墓，从来没有说那个墓可是可圆的，没有过的，这个没有的。在场的考古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，有人认为这可能不是墓葬，而是地面的塌陷。大家决定找汽车钻进行钻探。很快2-3个小时、3-4个小时打下来10米，打进去10米这么大的砖头，给把那北沟里啊鼓把它打下来，这是个墓。虽然墓口不合常规，但肯定是一处墓葬。这个墓又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呢？挖掘开始不久，就接连发现了几个盗洞。当时有那么多几个盗洞，所以大家的心里冰凉的了。在其中一个盗洞中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唐代的瓷碗，这说明早在唐代，2号墓就可能被盗墓贼光顾。棺椁呢，都烂了，只上下底板了，没有棺椁了，直接有这个底板，上层底板，到下面都烂光了，都是泥和水呀，都是勾在一起。就到这个停下来了，要清理啊，里边还有东西呢。这个水一压坏了，压坏以后呢，这水进去把这个旁边你把侧面这个板子都烂掉了，上面的盖子压下去，上下2个盖子盖在一起了。它本来东西不多，400多件东西，结果都打烂了。2号墓的规格显然比1号墓和3号墓都差，随葬文物也显得寒酸。如果真的像传说的那样，1号墓和2号墓的主人都是皇妃的话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？这时已经到了严冬季节，一场大雪忽然降临长沙。天气太冷了，冰冻了，又是过年了，看到没什么东西了，那冻得不得了啊！我们在挖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说，不仅能够清理，而且要赶快清理，不能等。现在就是下雪进了冰，你做点时间把那东西拿出来清理完了。如果你一等的话，那个冰和水氧化，这个木会垮下去。是赶快。由于墓室被毁坏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考古人员不得不在泥水中摸索。忽然，有人从淤泥中捡出了2颗印章。我在这个上面啊，他在看哦，2个印，他一看是立场大号字印和立场日印。哦呀，我当时就很高兴，我说这个墓主人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从印章上看，2号墓的主人确定是代侯，名叫李苍。而代侯字样的铭文在1、2号墓的随葬品上曾多次出现。代侯李苍曾在西汉初年担任长沙国丞相。如果墓主人的身份确凿无疑，那么还应该有一方长沙丞相的印章。当时决定，文物清完以后，把各地板全部吊上来，而且把各地板下面的淤泥全部运来了，运到我们这个馆里。画图是我画图的嘛，我这块我就编个1号，我就编的啊，你编1号就把通的放1号，这个画这我在图下面画编个2，最后拿回来就一个就是清洗，拿回来清洗的。回来其实，哎呀，这个了不得了。这枚印章证实了人们的推断，上面的印文清晰地显示出“长沙丞相”4个字。一单独淤泥就呈出这一个印，其他什么文物都没有，就是这个印把它这个呈出来的。
所以是人们的最大的价值就是3颗银子。3枚印章成为2号墓最大的贡献。3个墓葬主人的身份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，所有传说和猜测就此结束。2号墓主人是李沧本人，1号墓的主人辛追毫无疑问是李沧的妻子侯爵夫人，3号墓的主人应该是李沧的儿子。这一挖出来以后，好了，王旭同志啊，就是北京来的王旭同志，好了，挖出这个马王堆的眼睛来了。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有了定论，但人们的疑惑反倒增强了。一个享有700户的小诸侯的家族，怎么会富比皇族呢？在西汉早年，长沙一带是比较贫穷的地方，除了封地的供奉，这个家族还有什么收入来源？另外，在3座墓中，为什么辛追的墓比丈夫李沧的墓要高贵那么多？中国古代发达的史学记载进一步充实了代侯家族的信息。公元前193年，长沙国丞相李沧被汉文帝封为代侯。8年后，李沧去世。李沧墓狭小的墓坑和简朴的随葬品显示，当时代侯家并不十分富裕，椭圆形的墓口可能也是简陋的原因导致。李沧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李希继承了封号，成为第2代代侯。这位代侯会不会就是死于战争中的3号墓主人呢？在随后的考古研究中，人们对3号墓主人的身份发生了激烈争论。一部分专家认为他就是第2代代侯李希，而另一部分专家提出异议：3号墓陪葬的是3层官，有为列侯4层官的礼制，所以不应该是第2代代侯李希。而且3号墓和1号墓的位置关系也不合情理。因为他如果李希的墓，他不能埋在他的母亲的脚下，他是一道侯啊，一道侯怎么能够埋在母亲的脚下呢？只是他的小儿子埋在母亲的脚下，这个就很合情合理。人们猜测，3号墓中埋葬的或许是李沧的另一个儿子。如果3号墓主人并不是第2代代侯李希，那么李希墓会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同时埋葬了3个主人的家族墓地中，是不是还有第4座墓葬呢？专家们决定让钻探队再对2座土丘进行详细的探测。那个钻探队钻了3天，把所有的地方都钻遍了，没有。认为3号墓主人是李希的专家，由此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。他们还从3号墓的陪葬物品中找到了相关的证据，在3号墓的一些封泥上清晰地留下了“代侯家承”4个字。在汉代的官制中，只有诸侯才有资格设立家承，也就是管家，级别相当于县长。在陪葬的漆器上有不少表明物主身份的铭文，君姓9，君姓10。人对千年不朽的1号墓主人辛追有着更浓厚的兴趣。文字记载的历史完全忽略了他，但2000多年后，他却比丈夫和儿子更引人注目。2002年3月，应湖南省博物馆的请求，中国刑警学院法医系教授赵成文开始复原辛追的形象。为了警察工作的方便，赵教授设计了一套叫做 CCK3型人像模拟系统的软件，可以通过尸体的骸骨复原死者的面貌。赵教授认为，人的面相关键取决于颅骨的形状。
只要颅骨保留完整，2000多年前的女尸与日常破案中遇到的尸体基本上没有区别。复原主要依据辛追颅骨的 X 光片、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，以及帛画和相关历史文献资料。
回到原籍。史书关于代侯家族的记载就此终结。辛追死后短短几十年，一度繁华庞大的家族就不复存在，他的后人成为平民，从前的富贵烟云一样消散。侯爵夫人辛追为世界留下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和很多解不开的谜团，但他本人的心愿却在历史的尘埃中无可挽回地凋落了。